王爷，这梁军擅长驯鹰，估计这附近已经有他们的岗哨了。默然，你率一队精兵，翻山越岭，先行入境。无论白姑娘是生是死，一定要给我找到她的下落。默然得令，撤！撤！把门关好。是。夫人，您这是？战况如何？军情。哦，回禀夫人，探子回报，楚北捷行军的速度比想象中的更快，再加上云长关口全开，全程畅通无阻。上将军也已经整军拔营出发了，但估计来不及抵达边境，就会开战。楚北捷，楚北捷。夫人，可有何不妥吗？传下去，全府之内禁止谈论战情，尤其是不能让白姑娘知道。如果她问起来，一律回答不知情。是。白小姐，菜齐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麻烦你们帮我去请将军和夫人过来用餐吧。将军今早去宫里了，说今晚不回来吃了。瞎说什么呀？不知道别乱说。好香呀！哇，来，好多好吃的呀！雪菜炖鸭，芝麻猴头菇，山药蓝莓。都是我喜欢吃的呀！我呀，就是心疼你远嫁大梁，特地做了一些你小时候爱吃的东西。白萍萍，你懂不懂勤俭持家呀？你做了这么多，我哪儿吃得完呀？实在是太浪费了吧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这些都是你的，没有人跟你抢。你这个样子啊，他们会笑话你的。谁敢笑话我呀？谁能做出这么好的饭菜？还是我家娉婷对我最好了。这位白姑娘真是心灵手巧啊！以后谁娶了白姑娘，那福气可不比皇上差呀。小妮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家娉婷的本事可多着呢，她呀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掐指一算还能知道你的前世今生呢。哎呦，这可真玄乎！要不我们以后不叫你白姑娘，叫你白仙女儿。就你话多，越来越贫了。你们快下去吧，我跟娉婷有私话要说。是。哎，娉婷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打开看看就知道了。娉婷，你竟然记得我喜欢吃这个。同学们，就到这里吧。谢谢师傅。杨凤，你留下来练琴。别管他，我跟你说哦，吃饭去了。我们啦。等等我。快点，快点。来啦。我都饿了。走，快跟上。我也是。
你饿不饿？给。好吃吗？真好吃。我叫娉婷，是靖安王府的侍女，我是跟我们少爷进宫来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杨凤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天天盼着小靖安王把你带进宫。只要你一进宫，我就有好吃的了。但是我一直不明白，你那时候对我那么好，是因为我长得可爱吗？我那时候啊，就想让你教我弹琴，拜师总得送点见面礼吧。哦，原来是因为这个呀，太让我伤心了。你呀，就是从小心机这么多。为了怕你饿肚子啊，我还得想尽办法哄着我们家少爷3天2头的进宫。娉婷，想想那个时候，大家多开心，多好呀！你看现在咱们不是又在一块儿了吗？夫人，将军来的信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赶紧吃饭。上将军的信你不看吗？嗨，有什么好看的呀？还不都是老一套。他肯定又问有没有乖乖吃饭、乖乖睡觉。他呀，他就是一根筋，翻不出什么新鲜花样来。你看，我边吃跟你边聊，把自己肚子都快撑破了。不行，我得回去躺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再过来找你啊。梁王这次匆忙召上将军入宫，可是因为禁军来袭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上将军的对手是楚北捷，是吗？娉婷，我真的不想让你为难。怎么样，战况如何？娉婷，我知道，上次楚北捷答应的5年不侵犯燕地的女军师就是你。我知道你很聪明，很有耐心，但是这一次，我是真的不想让你把自己给搭进去。无论你选择哪一边，你都会为难。娉婷，我真的不想看到你受伤。你就不能做个平平淡淡的女人吗？那些都是男人的事儿，是大晋和梁之间的恩怨。这份重担，你没必要承担的。告诉我战况如何？你没有听到我说话吗？好吧，应该还没有开战。那我问你，如果开战，楚北捷跟泽义，谁会赢？说话呀！我不清楚上将军的实力，所以这个说不准。没关系，我家将军的实力，我很清楚，他一定会赢。他答应过我。娉婷，我想这2天我们还是不要见面了，我怕我会忍不住来求你。
下，讲。大将军急报，青雁城已破，敌军直指堪布而来。臣已倾全军之力布防，誓与堪布城共存亡，全力保住都城外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将军3天没有书信，夫人就3天没有吃饭。白姑娘，听说您是夫人儿时的玩伴，她不听我们的，却不一定不听你的，请白姑娘过去劝劝她吧。无论如何，也请夫人保重身体呀。我去试试吧。夫人，养父，夫人。娉婷，你帮我打开衣箱好吗？我早就想好了，如果他活不了，我也活不了。这件衣服是将军年初送给我的，很漂亮，我都舍不得穿。如果我走了，你就把我打扮得漂亮一点，好吗？你说什么呢，养父？孩子的事情，泽隐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自己摸一下，这里住着你和泽隐的孩子，他才2个月大，最需要母亲的保护和呵护了。答应我，每天都要准时吃饭，按时睡觉，每天都要跟他说话，唱歌给他听。你一定要让他安安心心的在这里长大，顺利的出生。这是你的责任，你知道吗，养父？娉婷，我今日便回去见梁王，定会帮泽隐打赢这一仗。我不会让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。不，养父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这是我唯一可以帮你做的事情。你就安心的养胎吧。
娉婷，娉婷，娉婷，魏婷，帮我备马车。是。陛下，外面来了一个女人，拿着大将军的令牌，想要求见陛下。来人可是上将军的夫人？不是，她说她叫白娉婷，是上将军的朋友。哦，选。是。民女白娉婷参见陛下。民女受上将军夫人之托，前往堪布。与上将军一起守城，特此前来，想请陛下赐予我兵符。荒唐！你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白兰人、阉人，我凭什么把军权交给一个我从不相识的异国女人？我就是那个与楚北节定下5年之内不犯燕地之人。哦。竟然是你！你为什么要帮我们？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，我只告诉你，我可以帮助你。不管陛下有没有听说过我，相不相信我的身份，这些都不重要。堪布城已破，都城岌岌可危。陛下也是命悬一线，陛下你没得选。好，寡人暂且信你，但你……陛下要答应我3个条件：第一，不许任何人打探我的来历；第二，若是大晋败退，我要立刻抽身。第三，陛下要给我调动3军的指挥权。我只是问你有何对策。既然实力悬殊，无法与晋军正面较量，只能暗度陈仓，从后方下手。我要下毒。大梁地处偏远，却一向消息灵通，相信陛下必然在各地王宫中安插了负责打探消息的内应。想要把毒药放入司马弘的饮食中，并非难事，难的是怎样让他吃下去。司马弘每次用膳，每道菜都有人先行检验，寻常毒药绝逃不出这个步骤。不过我有一配方，能迷人10日不醒，尝尝吧。用任何方法都检验不出来，请陛下派快马送至晋王宫。只要在司马弘昏倒的同时，我们把晋王宫内乱的谣言传出去，楚北节得到消息，定会立即退兵，回建康城安定内乱。白姑娘，大梁的安危就全靠你了。我定会竭尽全力。集结兵力，在此布防。报！是。上将军，有客求见。白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你写的。若涵，带人先下去。是，走。杨凤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杨凤她好得很。我想，如果你要是死了，
他会高高兴兴地带着你的儿子一起改嫁他人。儿子，杨凤怀孕了。你以为你写这封信的时候很潇洒，很有气派是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杨凤因为你这封信差一点自杀。一个男人如果连自己的妻儿都保护不了，还谈什么保家卫国？一个连妻子都保护不了的男人，又有什么资格保护自己的国家？你这又算是什么英雄？此物你可还记得？兵符。梁王已将此物授予我，如今三军听我调遣，但除了必要人等，不得将我的来历泄露出去。末将遵令。早就听杨凤说，姑娘是女中诸葛，从今天开始，择引听凭白姑娘调遣。有上将军这句话，娉婷就放心了。姑娘风尘仆仆的过来，想必应该是有了主意了。如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拖延时间，能多拖延一天，希望就多一些。楚北捷乃是当世战神，之前在青燕的时候，我就已经领教过他的功夫。此人若是强攻的话，恐怕我们拖延的时间不会太久。若是他主动出兵，堪不成必破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主动出击。梁与大晋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你晋军突然发兵，师出无名，逆天而为，大梁将士人人得而诛之，必血战到底。哼，师出无名，到底有名还是无名？你最好问问你的大王，或者你死后，我替你问他。我大晋数十商队、数百良民、数万钱财都去哪儿了？你大梁派军抢掠烧杀，扰乱我大晋商路，如今还敢叫屈？一派胡言！我从未听说过此事。若你能证明杀人越货者不是梁军，我楚北捷自会立即退兵。但在此之前，请恕亡命难违。杀！杀！这块地方，上将军可熟悉这里的地形？百里茂林，正是。晋军虽强，可梁军也非弱将，实力相差并不多。梁军怎会连连败退？我梁军善战，可那楚北捷太强。第一次交锋的时候，楚北捷亲自交阵，我梁军派出了第一猛将蒙初，结果被他3招斩于马下。若是上将军出战，结果会是如何？10招之内，尚可抵挡。
上将军不敌，必不可恋战。楚北捷见你撤军，必会乘胜追击，而他不熟悉附近的地形。我们的目的地，则是百里茂林。茂林之中荆棘丛生，枝叶缠绕，但是我们的战马身形矮小，四体有力，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一定比他们更加灵活。如果能够控开堪布前面的空地，把他们引入茂林之中，利用地形的优势声东击西，我们未必不能赢他。撤退！我们终于打了一场胜仗！大家不要松懈，咱们还要再接再厉。今天虽然只是一场小小的胜利，但是事实证明，楚北捷并不是战无不胜的神，咱们可以打败他，并且已经打败他了。今后，不管是谁，若敢犯我大梁，咱们一定要携起手来，把他们给赶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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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峰，你果真了解我。无论我帮谁，都逃不开这锥心之痛。但也许，这就是我的宿命吧。王爷，王爷，已得到确切的消息，白姑娘被良将泽隐给救了。天可怜见，娉婷没死，太好了。可是，听梁军里面相传，现在军中有一名神秘的女主帅。如果默然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名神秘的女主帅应该就是白姑娘。哎，王爷，那如果是白姑娘，那你说咱这打还是不打呀？今日一战，实在不像是泽隐的手笔。接下来的仗，就变得有意思多了。嗨，这有什么意思啊？百里茂林让我们的士兵吃了亏，但偶然也让我发现了一件好东西。啊？这不就是半截树枝吗？这叫三花树，百里茂林里到处都是。可娉婷只用它来缠住我们的战马，看来他还不知道这种树有更厉害的地方。有句话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唯有用它还颜色。娉婷，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。如今我们虽占先机，但这棋盘上已经没有多余的棋可以走。可是这场胜利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。如今将士们的士气都被提起来了，大家都非常有信心。虽说不一定能胜，但接下来楚北捷的日子不会好过。对了，有一件事情我想问白姑娘。何事？你可知道，
禁军为何会突然对我大量出兵？为何？今天我和楚北捷对战之前，他提到过，说有大批晋商被我梁军所杀，好像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出的兵。但是我对此事一无所知。虽然我隐居已久，但是军中的事情我不可能毫不知情。这件事，白姑娘知道吗？没有钥匙，你怎么打得开？怎么？好好吃药，好好休息。我走了。不曾听说。此事我会派人查个清楚。今日楚北捷吃了败仗，肯定士气低落，他不会这么快发动进攻的。白姑娘劳心劳力，就早点歇息吧。末将告退。上将军慢走。姐姐，求求你别走啊，姐姐！少爷，公主，何霞冒犯公主，请恕罪。对不起，将军，是本宫唐突了，打扰了将军。真害怕伤到了你。月色已晚，我送你回去休息吧。睡不着，想出来走一走。你不是也没睡吗？难道公主是有什么心事吗？怎么，你看出来了？让我来猜一猜，应该是明天就要回王宫了，所以睡不着，对吗？公主，你虽然回到了白兰，但是这里的每一寸土地，对于你来说都是陌生的。你能不能把白兰掌管好？你曾经的那个家，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？这一切都是未知的，对吗？我想告诉你，我和你是一样的。我何霞在白兰没有亲人，无依无靠。白兰的每一寸土地对于我来说更加的陌生。我能不能在这里站稳脚跟，更是一个未知数。原来将军也会担心未来，我还以为……没错，公主，你的担心其实就是何霞的担心。我们在这里无依无靠，无路可退。但是公主，我想提醒你，我们应该把这份担心藏起来，放在心里，不要被人抓住了把柄。所幸我们还有彼此啊，我们可以互相扶持。你可以把我当成你的知心人，有什么事情，你可以告诉我，倾诉给我听。知心人？没错，我们可以做彼此的知心人。我可以替你分忧解难。准奏。
何暇领旨。公主，今晚月色这么美，我们一起小酌一杯吧。好啊。来，小心。你等我一下。来，请。不好意思，给我点时间，我还没有准备好，可是我愿意。公主，我把你送到云安城外，我就不入宫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晋梁虽然已经开战，但是他们双方谁赢了，对我白兰都没有好处。最好就是他们都输。可是他们的输赢，跟你陪不陪我回宫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有关系了。我在入朝之前，会为你备份厚礼。我明白了，那我一定会等着你回来。好。公主，想不想看看你的白兰？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去哪儿并不重要，反正我们脚下都是白兰。白兰那么大，走这么慢怎么看得完呢？我可要加速了啊！你得帮我记得来时的路。这就是我久违了的白兰。将军，你今天说的都对。本宫心中确实很不安。云安宫中的形势，可能比你我想的更复杂。公主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，说出来会轻松一些。我的王兄刚刚驾崩，贵丞相就把本宫从大梁接回来执政。之前王兄一直打压贵丞相，贵丞相势必会借此机会翻身，一展宏图。可是朝中王兄的党羽众多，即便本宫无心掌权，他们也是人心惶惶。所以说，这以后宫中的日子，怕是……公主，你看，你的白兰王朝多美呀！
这些山川河流都是你的，百姓们，宫中的每一个臣子也都是你的。将军的意思是，白兰多年军力薄弱，无将可用，故外不可攻。目前，公主朝中无人，依附于贵家，内不可乱。公主回去之后呢，需要做好的是一个守字，守住你的江山，守住你的百姓，守住你自己。公主，难道你不是这么想的吗？你们都是怎么找的？好好的一个大活人，怎么就不见了？找不到公主，你们谁都别想活！是，贵将军。贵将军，禀报将军，马房少了2匹马，应该是何霞带着公主出去了。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小子一定有问题。传令下去，给我堵住所有的出境关口。只要在我白兰境内，我就不信抓不到你。是，公主。公主，醒得早，出去走一走，是什么事情让贵将军如此大动干戈呢？公主以后要出门，身边得有人保护啊。这是我白兰的境内，又有何将军的保护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休息片刻，稍后出发。是。你们去哪儿了？我为什么告诉你啊？我警告你，别打公主的主意。你只是一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，公主只是可怜你而已。总好过讨厌。贵将军，在进云安城之前，把这小子给我处理掉。这小子还有点功夫，不要硬来。是。娘娘万安。此刻只有你我2人，父亲何必如此多礼？起来吧。是。新制的金丹果然有效，那昏王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一众太医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楚北节如今出兵攻梁，不在朝中，我们何不趁机尽快动手？娘娘，要成大事者，必平心静气，不急不躁。父亲的意思是，请娘娘细细想想，朕北王如今虽不在朝中，但终有还朝的一日。即使我们动手成功了，只要他楚北节一回朝，必定会将矛头指向你我。我们此刻动手虽然能赢，但只要楚北节一回来，一样是输。所以，你我的难题不是陛下，而是楚北节。你要杀了他，没有别的办法吗？那就要看娘娘到底是不是能够劝动楚北节，让他为我们效命。如若不然，斩草除根，势在必行。只是要除掉楚北节，却是让人头疼至极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若我嫁的是楚北节，父亲今日为何会头疼？以我现在的身份，要我如何去劝他为我所用？怎么？娘娘难道已经试过了？楚北节怎么说？
知道他是如何羞辱我的吗？娘娘息怒，是为父思虑不周，让娘娘受委屈了。娘娘如今是千金之躯，能够纡尊降贵去拉拢他，实在是天大的面子。只怪那楚北杰不识好歹，罪该万死。娘娘放心，一切交由为父处理。娘娘请看，这是梁王托人给为父捎来一封信，他竟有一个绝妙的主意。楚北杰现在正在与梁王开战，是下手的好时机。事情我已经交代给下面，娘娘放心，绝不会脏了娘娘的手。为父告诉你，只是让你心中有谱，必要之时，能替我牵线搭桥，推波助澜。借刀杀人。女儿啊，有一些事勉强不得，当断则断，当杀则杀。娘娘，要留他做证据吗？楚北杰，都是你逼我的。白姑娘，晋军就在东南方向50里外扎营，堪木城已经布防完毕。就算晋军进攻，我们也能抵抗一段时间。堪木城上下所有将士一定会不惜一切守城，就等姑娘的计划成功，大晋王宫内乱，楚北杰就会退兵。但已经2天了，晋军那边毫无动静，现在连我也猜不到他下一步会走什么样的棋。报，单将军，白姑娘，经我方侦查，晋军每天正常休息，但有一小波步兵每天清晨进入百里茂林，深夜才回来。又是百里茂林。楚北杰派人去百里茂林干什么？可有相关百里茂林和堪布的典籍？有，我回头让人给姑娘送过来。百里茂林，楚北杰做任何事情都有他的目的，我们也不能松懈。将军，可否立刻派一队士兵悄悄进入百里茂林查探？好，我立刻派人去查探。站住！怎么还有这么多书啊？这些书都是姑娘要的。放那边吧。哦。哎，姑娘看书好快呀。对，一目十行。先下去吧。哦。
千万不能马虎，一定要做好布防。好，将军，白姑娘起了吗？白姑娘一夜未眠。什么？一夜未眠？我真担心白姑娘的身子挺不住啊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我知道了，是毒蜂。毒蜂？上将军，请看，这典籍中早有记载，百里茂林中有一种特殊的毒蜂，它毒性奇强，可以夺人性命。之所以生活在百里茂林，是因为百里茂林里有他最喜欢的三花树。三花树毒液可以引发毒蜂狂性，用其汁液熬药饮用，却可以解毒。要攻城，只要将三花树枝用弓箭射进堪布，再放出大量毒蜂，守军将士必定死伤过半。等毒蜂进去后，晋军再上，即刻便可突破梁军的最后一道防线。不过，从前要进入百里茂林的人，都会以三花树枝叶煎药服用，以防备毒蜂袭击。只要晋军众将士预先喝下这种草药，就不用担心被毒蜂误伤。假如楚北捷想用毒蜂攻击我军，一定会命人暗中砍伐树林。而为了避开我们的探子，他们就必须就地熬制解药。竟然还有这样的计策！是啊，这样的计策听起来虽然匪夷所思，但这也恰恰是他最可怕的地方。楚北捷最擅长的就是因地制宜，擅长用最少的兵力达到最好的效果。战神这个名号也不是浪得虚名的呀。沙场上能和这样的良将为敌，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是。将军，启禀上将军，末将已经查过了百里茂林，发现晋军在里面砍桑花树枝熬药，他们保留了树林的外貌，从外面看是完全看不出来的。被砍的树枝已经干了，怕是前几天已经开始了。果然如姑娘所料。传令，把百里茂林剩下的桑花树全给我砍回来。是。不必了。熬制三花树枝只需要1天半的时间，若是他们从前天就开始砍树的话，恐怕早已经完工了。天已经快亮了。那姑娘的意思是？上将军也不用担心，娉婷从孤臧出发的那一天，就已经料到会有今日。在战场上遇到楚北捷的人，没有一个是不头疼的。我们不会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这么说来，上将军必须要在堪布城找到一张琴，不缺弦可以弹的琴。什么？每个人都喝啊！是。好，都喝了。是。不然会被毒蜂蛰的。是。喝完之后去那边取剑。我带上啊！来，你的。好，记住了啊，一定要听号令使用，明白吗？记住了啊！下一个，来，快！给我一个，快拿好，带上。好，这个，来，好，拿着，来。王爷，毒蜂性情凶猛，一旦攻击起来，恐怕连白姑娘都不能幸免。你真的要这样做吗？把剩下的解药都带上吧。不过我想应该用不上。昨夜梁军的探子入林侦查，说明他已经猜到了我的计策。只要他能猜出来，就一定能阻挡。
既然他敢来堪布城，娉婷不会让我失望。王爷，时辰已到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热血沸腾，满心期待。今天一定是特别的一天。堪布攻城一役，即将成为我永生难忘的一役。我志在必得。出发！是。王爷，是否立即释放毒蜂啊？暂缓。弦断了。王爷，这是第2根了。传令，退兵30里扎营。是。
这就是你的御敌良策吗？早已活腻了吗？居然命你一人出现在我数万大军面前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就任凭他们这么糟蹋你吗？王爷，娉婷才是这一场仗的主帅，和泽隐将军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又何来糟蹋一说呢？再说了，不管计策的好与坏，只要能让王爷退兵，就是好策。娉婷这不是做到了吗？攻心之计，胆大妄为。若是王爷真的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毒蜂之计害死了娉婷，那恐怕就会激起梁军最后的热血。到时候，就算你们能拿下堪布城，城中的所有军民，恐怕都会让你们伤亡惨重的。再说了，若是梁国百姓知道我一介女流之辈，为了保护堪布城而被你残忍杀害的话，想必梁国所有的百姓和将士都会奋起反抗的。哀兵之勇，王爷，你要比我更清楚吧？如果激起了一国人民的热血，就算有再强的兵，怕是王爷也镇不住。所以你就以身犯险。若不是王爷剑走偏锋，娉婷也不会出此下策。确实是下策。你在逼我退兵的同时，也对全天下通告了我楚北节的致命伤。经此一战，所有人都会知道，我楚北节心之所爱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我都绝对不会让白娉婷成为我的牺牲品。你是谁？镇北王命我来送你上路。不会让我成为牺牲品。娉婷原以为王爷之言句句真心，没想到也只能付之一笑。王爷如此哄我，难道是因为怕输吗？这！本王问你，晋梁大战与你何干？为什么要帮大梁人？大梁并没有去截杀大晋的商队。没有？没有。看来你已经知道谁是这场战争的幕后推手。若是大晋主公无心侵占，又有谁能推得动呢？我们各为其主，立场不同，我也不逼你。这一局你赢了，我输给你3个时辰。下一次，我一定会来亲手生擒你。娉婷一定会竭尽全力，不让王爷失望的。堪布城已经是一座空城了。而梁军也转移到百里茂林。你的空城计已经唱完了，还一个人留在这里干什么？这里离百里茂林不近，上马吧，我送你一程。多谢王爷好意，不用了，娉婷自己会走。3个时辰之后，我们才是敌人，到时候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
就送你到这儿了。我不跟泽英打招呼了，反正很快就能见面。怎么这么看着我？舍不得？还是想跟我一起走？我只是在想，你是我遇到过的最可怕的敌人，完全看不透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我的心对你完全敞开，就看你愿不愿意进来看看。你看，你都不愿意来看，却抱怨看不透我心里在想什么。两军对垒，你我是双方主帅，还请王爷不要再胡言乱语了。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。你好自为之吧。放开！楚北杰，你救了我这么多次，我欠你的太多了。若是这一战，你真的因我而死，我一定会随你一起去，把这条命赔给你。回来了。王爷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刚才白姑娘那招真是太险了。假如王爷出手，岂不给世人留下用毒物加害手无寸铁女子的印象吗？王爷一代名将，光明磊落，一旦蒙羞，那岂不是严重打击了我军上上下下如虹的气势吗？真想不到，白姑娘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便不留余地。还好你没有下令攻城啊！即使没有这些理由，本王也不会下令攻城。失去白娉亭，将是我楚北节最大的遗憾。区区一座堪布城，怎么能记他半根头发？不，那王爷，那咱到底打还是不打呀？打！3个时辰之后出兵。不对啊，王爷。即使不用毒蜂，只要白姑娘孤身站在城楼上，我们便发动不了进攻。仅仅是射在城楼上的乱箭，也能置她于死地啊！谁说我们要攻城了？啊？不攻城了？命所有士兵备足粮草饮水。我们要进入百里茂林。百里茂林？诺然，如果换成了你是梁军主帅，你会怎么应对晋军？王爷，行军打仗在外扎营，向来都选择靠近河流小溪的地方。为了方便士兵战马取水饮用，会抢先站稳水源，在水中下毒，让敌军失去战斗力。之后再利用山林掩护，分拨游击，阻止我军上山。
上将军，白姑娘，楚北捷已带人入林，现引至点青峰山下。点青峰下，我刚正与上将军商量，他在点青峰山顶扎营作战。这里便是点青峰6条清泉的水源。若寒将军，你现在立刻派人去山腰处，在这6条清泉中下毒，断了敌军的水源。白姑娘好计策。楚北捷初入百里茂林，对当地的地势并不了解。我们在他们弄清楚之前，先在水中下毒，一旦断其水源，他们一定支撑不了多久。到时候无法找到无毒的水源，怕是军中只会奄奄一息，军心涣散。到时候我们在天色的掩护下率军杀入，也让楚北捷尝尝我们大梁男儿的厉害。点青峰是百里茂林的制高点，也是山中所有水系的源头。梁军帅长定会驻扎在山顶，传令下去，禁止任何人饮用山间泉水。战争，战的是人，算的是心。我这一招啊，若是用在别人的身上，定能成功；可若是用在楚北捷的身上，我也没有几分把握。姑娘，为何用在别人身上可以，用在楚北捷身上就不行了？只因为他是楚北捷啊。若我们的对手不是楚北捷，早就不用在这里苦战了。百里茂林沿堪布山脉延绵近百里，范围极广。即便梁军有5万之多，可一旦藏进茂林之中，若按寻常方法寻找，我们要知道他们的踪迹也难如登天。楚北捷思虑周全，他出来堪布，就在百里茂林吃了我一次亏，之后就立刻想到用百里茂林来反攻，还想到了用毒蜂攻城这个计策，害我们险些中计。如今他又怎么可能不派人先探查清楚，掌握百里茂林的地形？默然，你将我军兵力分为6支，互为养护，互通信息，分别沿点青峰的6条水脉建立营地，但不能扎营。梁军必定会派探子在外游弋，我们只需要在他们面前出现，他们就会主动来袭，等蛇出洞，给他一个迎头痛击。若是我们以为仅仅占据了一个水源就能让楚北捷栽跟头，那今晚被俘的可能就是我们。姑娘说的对，是我们想的太少了。将军，还请你立刻派几拨人出去探查敌军在哪里扎营，一旦有消息就立刻汇报。越是在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就越是要仔细小心。王爷，这是诱敌之计，风险也未免太大了吧？即便我军沿着河流建造营地，这也只是在撞运气，更不可能知道他们在短时间内会攻击我们。王爷，此计最适合与敌军周旋，但是我们的粮草和饮水都很有限，一旦耗尽，岂不是正中敌人的下怀吗？王爷，为什么不速战速决？如果能不战而速决，岂不更好？不战速决？除此之外，我军还应该派出小股的队伍，在山林里四处散开，去搜索敌军的踪迹。一旦发现敌营，就从4面8方开始骚扰，这样也可以模糊敌军的视线，让他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扎营。在骚扰之下，也可以让敌军分身乏术，以拖延时间。我们已经切断了敌军的水源，再加上这样的拖延战术，此战便已胜了大半。若寒明白。
白姑娘，怎么样？有什么消息吗？刚得到消息，说是在点清峰山下有很多禁军的营地。我跟若寒将军商量过之后，决定突袭营地，探清虚实，结果却扑了个空。扑空？我率兵过去的时候，营地已经空了，只有一些刚搭建起来不久的锅灶，堂子里还是热的，应该刚烧过火。一开始我认为这只是巧合，可是接二连三都遇到这样的事情，真是邪了我了。白姑娘，禁军神出鬼没，咱们的士兵都开玩笑说，难不成禁军会遁地之术？这世上哪有通天遁地之术啊？不对。白姑娘，他们一定是在掩护谁？掩护？掩护？道理很简单，若他们真的是在安营扎寨，而我们又是突袭，他们不可能事先得知跑得这么干净，这分明就是诱敌周旋之计。白姑娘的意思是，禁军不打算跟我们交锋，而是在跟我们周旋。正是。楚北捷不想与我军正面交锋，可他们的手里又没有了洁净的水源，只有粮食，他们也撑不了多久。拖延对敌军来说并非上策，除非他们是在声东击西，吸引我们的注意力。他们到底是在掩护谁呢？白姑娘会不会想太多了？说不定只是敌方的哨探比较厉害，早就已经探知了我军驻扎的地方，从而得知我军的动向呢？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既然楚北捷已经猜到了我们在水源中下毒，就必然会猜到我们定会给自己的军士留下水源。而这一路算上来，真正的点清峰水源上游，就是这点清峰山顶。如果我是楚北捷，必会直指着点清峰山顶而来。可点清峰的半山腰早已埋伏着我们的人，若楚北捷带人上山，立刻会被发现，又何来掩护之说？上将军，这点清峰除了我们的步兵之处，还有没有别的路可以上山顶？有，云崖索道。云崖索道直通点清峰峰顶，但索道狭窄，再加上山间湿滑、峡谷风大，十分危险，早已被废弃。如今只是猿猴蚁兽的捷径。要想过军队，是万万不可能的。